好学猫。Hello， 大家好，我是在练习生丙星星。最近在网上面有一个词还挺火的哈，它叫奥德赛时刻。大概讲的是年轻人在20几岁还没有成熟那种阶段里面，大家会感觉到很迷茫且很动荡。尤其是当我们处于刚刚上大学或者是刚刚步入职场的那几年里面，很多时候是我们人生当中第一次去感受到社会的一种现实。就以前我只需要去关注学习，但现在好像我的人生一下子变大了。于是我们在很多的现实问题上面都是头一次开始去摸索，所以这种时候很容易去陷入一种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该怎么样子才能不走弯路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想跟大家来聊一下普通女生趁早了解的3个大局观。这也是我最近在学习一位博主，他的名字叫屠龙的胭脂锦，他开的一个线上的课程，真的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打开认知，非常的醍醐灌顶。他那些观点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下的。那我们就开始本期的节目吧。记得来时的颜色，人生有许多曲折。首先，讨厌的事情如何让自己心甘情愿的去做呢？我以前会有一种认知，就是说我这个人的性格它是注定的，我喜欢的东西和不喜欢的东西它也是我人生当中自带的。所以当我讨厌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不适合我，我可能这辈子都只能说去逃避它。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 I 人，我不太喜欢那一种需要强社交的场景。所以说在工作里面我就不能做销售，因为销售呢，他要一直出去抛头露面，他要去见客户，然后一直要出差，这对于我性格当中我喜欢稳定，喜欢跟一些比较小的圈子的这种工作环境，它其实是相违背的。那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抗拒且讨厌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应对一些饭局。我会觉得在跟一些不太熟悉的同事去吃饭的时候，是需要去在工作上面维度上面去进行一些场面化的时候，这样的局会让我觉得很消耗。那在前几周的时候，正好是遇到了一个对于我类似讨厌的事情，它的一个频率达到巅峰的一段时间。可能是那一周里面，我周一的时候跟我们合作的一些跨部门的同事，然后一起吃饭，从7点钟一直吃到了晚上11点，其中还要唱歌。在周3到周5的时间呢，还需要去出差，然后并且要开会，需要去有小组讨论，以及也要晚上的时候会有这样类似的公司的饭局。然后在周一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这一整周的前一周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妙。因为我自身我是明白说我不太擅长这样的场合，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工作内容。我其实就非常喜欢我每天日复一日的去到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办公桌上面，然后去干着差不多的事情。我觉得这样会让我觉得有安全感，然后我的生活也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但是像那种颠沛流离的，需要在出差的不同的一些环境里面去干一些我可能感觉到有些冒险的事情，这样的事件对我来说它是一种挑战，我就会觉得很抗拒，会觉得很消耗。结果就是果不其然，我在那一周高强度的出差社交之后，它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根本就不算什么高强度，因为开会也不需要你去发言，也不需要你上台去做汇报，然后吃饭你其实也不是那一个最主要的那个人，你只是跟别人去交流一下就行了，也不需要你去主导这个场面。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是觉得很累。在我拿着这样的一个预设去过了那一周之后，我在周6的时候，我发现我整个人都给瘫倒了，就真的非常的严重。其实在那一周里面我也没有做什么体力劳动，但是在周6的时候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的身体非常的酸痛。这个我真的觉得特别奇怪，也没有多走什么路，但是就觉得身体很酸，然后腿酸脚酸，就哪里都很酸，导致说我只想在家里面躺着，以及
我和我的朋友去说的时候，跟我男朋友去说的时候，我也依旧会讲啊，我今天在回血当中，我真的觉得还挺累的。然后我男朋友也会非常的惊讶，就说真的有这么累吗？有这么夸张吗？你不就是出了一个差吗？但我也在想，这样不健康的这种身体上面的反应，以及我心理上面的反应，它是对我的工作是不益的，它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既然已经给你这么大的反应了，我觉得我就有必要站出来说，我应该要去调整一下自己。所以我不太想让自己陷入那种我知道我不喜欢他，然后我要一直的去感受到我不喜欢他。那还不如说，我未来如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以一种更加好的心态，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他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处事的模式。于是说我开始去思考说，当我讨厌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可能人生过到现在一直会觉得我就是讨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子能让未来的自己心甘情愿的去做，如何哄自己心甘情愿的去做呢？然后这时候我就开始去网上面各种去找办法，正好真的是无意当中有看到屠龙课程里面它的一个脱困课这个全称是叫如何用6种思想工具走出人生困境，它里面的第2个视频，它提到了一个理性的工具那这个视频我也会放在 show notes 节目简介里面，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哈。这边它的这个理性的工具呢，我也会截个图，然后发在我们的节目简介里面。这边呢，我又是跟大家去做一个口述。这个工具它可以帮助你说，当你对一件事情你很犹豫，我到底做它还是不做它呢？比如说对于我来讲，我到底要不要去参加那种跨部门的饭局以及会议呢？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犹豫的时候，让我觉得它甚至有点讨厌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子去借助一个理性的工具，帮助我更平和住我的心态，甚至让我心甘情愿的去做呢？那这边呢，它是分为了几个模块，它会首先呢去明确好主体，比如说是对谁，就像是一方的话呢是对我，另一方的话呢是对公司或者是对另外那个部门的人。那就像是对于我自身的这个问题，我到底是否要去参加这个跨部门的饭局和跨部门的会议呢？怎么样子哄自己去做呢？那这个理性工具它可以帮助我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比如说第一个问题，这个跨部门的饭局和会议它对我有什么好处？从短期的收益来看，以及从长期的收益来看，它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考虑了一下哈，对于我来说，它的短期好处就是因为我会参加饭局，并且要出差去开会嘛。好处就是说我可以免费吃饭，可以免费吃到好吃的饭，并且可以免费的出游。我们当时出差呢是去到了无锡江浙沪这一带，但是那个地方呢还是比较小众的，然后真的风景还挺不错的，那个酒店像是一个度假景区一样，它的那个山山水水都还挺漂亮的，就很江南古香的那种感觉。其实它算是对我来说是一种蛮新奇的一个体验的。那就是短期好处来说呢，其中一个点就是免费的出游。那长期的好处来说，我可以去了解到对方部门它的一个真实需求是什么。我目前出差的那个部门是业务部门嘛，然后我是支持部门的，所以我需要知道说业务部门我该怎么样子能更好的去辅佐他们，他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真的在做的东西，他们的关注点在意的点是什么，以及说我也可以学到业务部门他们和人去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的那一些对话的语气，对话的话术，包括说在这种大场面里面他们怎么样子去说漂亮话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可以去接触到大老板，就是业务部门的大老板，他在上面发言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的感知到他对于业务的一个关注点，他关注的点到底是什么。以前他可能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很模糊的形象，但是现在的话他就可以在一个空间里面跃然纸上，然后真的是对着你说话那种感觉。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对于他们，对于对方，也就是说像我这个问题里面，对于业务部门来说，他们有什么好处？那从短期收益来说，他们的好处就是说可以了解我们支持部门的一些难处，当我们去支持他们业务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难处，互相有哪一些地方是可以做配合的，以及说可以去认识像我这种可能刚进我们这个部门，然后需要跟
那些老板或者是需要跟他业务部门的人去建立更多的联系，就是能认识更多的支持部门的人。他可能不再是那种线上的，只是一个线上去打字交流的一个人，而是一个你可以面对面去沟通的一个人。这个他是会更加增进彼此之间的一个情感和信任的。那从长期收益来说呢，对于业务部门来讲，肯定是他们会觉得支持部门会更加配合他们的工作。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对于我们整体有什么好处？那短期收益就是我们可以互相之间对齐目标，对齐业务和支持部门对于整个公司的目标，并且可以互相增进感情。那从长期收益来说呢，我们业务部门和支持部门那种信任的关系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就可以更加去丝滑的开展支持的工作。那同时也会让支持部门的人呢会更加熟悉业务部门，然后确实可以去共同的让公司去长久的发展。那以上呢是这个理性工具帮助我们去思考你的收益，包括你，包括对方，以及包括我们整体它有什么收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的付出是什么，你的获得，你在去考虑获得的同时，你要看你付出的有多少。那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的付出就是短期付出，我需要去参加饭局，我需要去打乱我之前的那种规律的生活，然后呢需要去抽出时间，并且是在可能非工作时间吧，就是我们在开完会之后还有一些额外的活，我需要在晚上的时候也需要抽空去干，并且要给互相的那些同事去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我们要互相 social 啊之类的，这是我的一个短期的付出。那长期的付出的话呢，可能就是业务部门他们会去提出一些需求，需要支持部门呢去帮助他们。那对于业务部门来说，他们的付出就是短期付出，他们需要花钱，他们需要带着不熟悉的支持部门同事去吃饭，以及他们也要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他们可能是更累的那一方吧，因为他们要主控整个场面。然后长期付出的话呢，其实还好，我暂时性的想不到哈，他们肯定是有的，但是我暂时性的想不到。所以总结一下哈，我们就需要去盘一下这个总体的性价比。我的收益性价比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的短期的付出是我需要去打乱我的几天的规律生活的时间，去参加饭局，然后去提供情绪价值。但是我可以收获的是，我可以跟业务部门的同事更加熟悉，也可以对整个公司业务他们更关心什么更加的熟悉，这仅靠这几天就可以获得。那对于业务部门的同事他们来说呢，他们可能就是花了这个几个支持部门同事的那一个钱，包括说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吃个饭的钱，就可以获得说我们能互相之间建立更好的一种信任的联系，然后可以让他们能更加理解我，我能更丝滑的去开展工作。那所以最后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双方是否可以1+1大于2呢？我在盘完这一整个模型之后，我发现是可以的。就是当你去花了几天的时间，你就可以跟对方建立起一种信任，以及我确实感觉到我参加完那个会议之后，我认识的人变得更多了。就以前我可能仅仅是认识我那一个我对接的业务同事那一个人，那2个人，但是在结束那个会议之后，我确实跟不同的那些同事去吃饭啊什么的，可以更加能明显的感觉到，对方他叫这个名字，他长这个样子，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是什么样性格的一个人，他们就会更加的对我来说会很具体。就这个其实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建立一种信任的感觉。所以盘完之后我发现，我曾经觉得我很讨厌的事情，它好像它是值得做的。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当我们讨厌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仅仅是看到了我短期的付出，仅仅是把那个短期的我要付出的东西放得无限大。就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我打乱了我规律的生活，我不喜欢去参加一些饭局，这会让我觉得很累。但是我没有更深刻的去思考到说，它其实可以给到我一些很长期的好处。那当我们去盘完这一整个模型之后，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说，我付出什么，我的好处到底是什么，我的短期的付出我走到哪一步，那我长期可以获得哪一些更大的好处。这个其实可以让我的心态变得非常的平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他需要去具备的一种品质。我相信不是所有人他全部都是喜欢饭局的，
不是什么领导他们都是我乐在其中这个饭局我今天特别的开心，而是说他们可能也是心里面有杆秤，他们去盘了一下说我的一个投入产出比，我是否值得做这个事情。当他发现这件事情值得做的时候，他就会去全情投入的去做。所以在这种时刻，这种工具就可以帮助我去避免被那些短期的付出，避免被我的情绪所支配，而是能帮助我更加平静的去看到一些事件它更大维度的、更大局维度的那些好处。这个真的可以帮助我去心甘情愿去做那一些我曾经以为说很讨厌的事情。那所以在这次饭局参加完之后，我觉得我是收益颇丰的。因为一个点是我为什么会害怕这种饭局，很大程度上面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做不好，我知道自己不太擅长于这样的场合，我不知道当业务部门的同事他们向我敬酒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子去说一些漂亮的话，让对方开心，让场面也可以热络起来。这些是我的短板。那以前我只会去想说我讨厌他，我不想做他，而不会去想到说我怎么样子去想到一个话术呢？我是否可以提前去准备一个话术？是否可以在未来的饭局之前也可以去准备好我该怎么样子去回应他们，更好的去回应他们，更好的去说一些大家都觉得很开心的话。这些是让我觉得我有学到的。在我复盘之后，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那我希望说在我未来可能在碰到这样的一些场面的时候，充分的去应对这一些我曾经觉得我很害怕，然后其实本质上是因为我太菜了，我没有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应对的这些场合，我能做好它，这个会让我觉得还是挺有鼓励和激励的作用的。那所以当你碰到一件讨厌的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试着用这样的一个理性的工具帮助自己，首先去复盘一下我的付出是什么，我的收益是什么，付出和收益去相比较的话，它是否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而不是把自己陷入到一种负面的情绪里面。那第二个普通女生需要趁早了解的一个大局观，就是说减少过拟合，从学习知识走向创造世界。在屠龙这个课程里面，他有提到一个点，就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个脑科学的一个点吧，它叫过拟合。这啥意思呢？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有些女生她可能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她就喜欢去做那些漂亮的笔记，一本书上面勾勾画画，然后用不同颜色的笔去写笔记，就写得非常的漂亮。好像这样的事情她做了之后，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我的心里面会感觉到很舒坦。那包括说当一类人他可能步入职场之后呢，他也会感觉到有一些学生思维，就例如学习英语，这个英语怎么学呢？英语口语怎么练呢？我必须要有证书，考证书我才有资格去进外企吧，我必须得去考了雅思之后，我才能跟别人去开口对话英文吧，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学生的思维。那所以说我们如果一直陷入这种过拟合的状态的话，你就很难去专注，很难的去很快速的去达到一种目标，达到你想要去拿到顶端结果的那一些目标。所以我在屠龙女宝课里面呢，他有去提到一个让我觉得还挺受用的，并且是可能我之前真的误打误撞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会建议我们不光是学习知识，不光是我坐在那边去听别人去讲，而是说我要去创造世界。这个是依据布鲁姆的一个学习分类它里面有4层，其中最高的境界就是说要去创造、评估和分析。就例如有个人教你怎么做自媒体你就听着，然后你去记笔记，但这一些呢只是第一层维度的。什么叫一种高级的学习？什么叫你真正的学会了？是靠的是你真的去做，你去把自媒体你真的实践去做，然后在这个深水区里面你不断的去做尝试，不断的去查资料，不断的去规正自己，规避自己，不断的去修正自己，去修正你的内容，然后最终做出了一个成品，这样才是一种最高级的学习。
那我以前做过的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参加一个公众号，然后这公众号呢需要让我去做活动呀，也要让我去写文章呢。虽然说是情感类的，就是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擅长的吧，但是一开始刚进去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对于他的文风，对于他做的活动的一些调性，其实我是不太理解的，我也是不太能一下子能 get 到的嘛。然后那个时候给我们布置作业的时候啊，不是说啊我们有一个学姐她在跟我们去讲啊我们这个公众号它的风格是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内容，这篇文章它哪里写得好，没有一个人给我们去授课，而是说就只是给我们了一个大作业，给了我们一个大任务，说啊你们这个组哦要写一篇文章哦，要做一个视频哦，在1个月的时间里面。然后没有人帮助你，只有跟你对接的那个主编他会给你一些建议，但是没有人帮助你。所以那时候我们真的一直在头脑风暴，就我们几个人可能真的是抽着那一些休息时间，就是可能周末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晚上上完晚课8、9点钟的时候，也会在食堂里面不断的去讨论，互相讨论说，哎，你这个选题怎么样？哎，我们这个活动的想法怎么样？当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太能推进下去的时候，我会去网上查资料，我会去找到类似的风格的可能公众号，或者是以前那些我觉得写的还不错的文章，然后呢去做学习，去复盘它的结构，以及说去复盘说别人的那些活动它是怎么做的，它的内核是什么，它的机制是什么。就是在这种创造一个世界，创造一个活动，创造一篇文章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自主性的去学习了很多东西，查了很多东西，问了很多人，去理解了很多，这个没有人教我，然后他最后做出来那个结果，它才是真的是属于你的。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也确实锻炼到了很多。那这个非常可以再去类比到的一个点就是学英文。以前我在第一家公司实习的时候，我问我领导，我其实对我的英语很自卑。那时候他给我发的一个我需要去翻译的一个 PPT 一个文件，他发给我的时候呢，我就一字一句的去翻译嘛。然后那时候没有 AI， 我就只能是靠百度翻译，然后看一下这句子有没有什么不太好的，写的不太好的，我再自己去翻译一下。但是我在交出去的时候，我就很忐忑，确实忐忑到我领导说啊，你这个句子写的不够好，那个句子翻的也不够到位。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很自卑啊，就会让我想到我这个读书生涯以来一直都是英语很差的，我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差呀。但是如果说未来要在外企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子去应对这个英文呢？我那时候就问我领导，我说我英文现在不太好，我应该怎么办？怎么样子去精进呢？我领导跟我说你去学那个商务英语。在那个时候，在大2的暑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要去考这个商务英语的证书，所以呢我就开始背单词。我很记得那些场景，就是我在早上坐地铁和下班坐地铁的时候，我就是在用那个默默背单词这个 APP 再去背商务英语的单词。这个单词确实也是跟你上班是有关系的，但是它也会有一些生僻的词，然后要背呀，以及说也要去做那些类似于阅读理解那些题目呀。但我发现我确实还是不太擅长去做那些题目。但那家实习公司其实没有做多久，我后面就跳到了另外一家，我做了挺久的一家外企。那家外企呢，它会比我之前那一家会更加纯正一点，因为它确实会去直接的对接到一些外国的同事。我还真的记得，就第一次跟那个外国同事对话的时候，我就一下子被拉入了一个会，然后出现了一个外国同事，我的领导跟我说，你跟他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那时候我还是刚刚拔完牙，我的牙齿还是很肿，然后我都讲不清楚话那种情况之下，我去跟他说我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刚刚拔完牙，牙有点痛，就说得很唯唯诺诺，也会让我觉得还是挺羞耻的。但这个是我的职业生涯的一个开始。进了这家外企之后，我才发现英语是用来用的，是用来创造的。真的是你只要不害怕，你不感到羞耻，你就可以立刻上场，然后去用去说的。现在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那些单词也都不会啊，我也会看到很多单词我都不会啊，完全不认识啊，我也从来不会去背单词啊，但是我就敢于去发言，敢于去跟我的外国同事去对话。因为很多时候你一个单词你不需要想得很高大上，你就是以一种你可以解释的，你可以的那些词汇库里面那些单词，然后去跟对方去讲，它也是可以讲通的。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什么是最高境界的学习？
不是说啊，我学习一个东西，我要关注它很多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我需要用学习 APP， 我需要去考证书，而是说我要让自己上场，我要让自己去创造，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过拟合它对我们的一个极大的影响，而是说我们去真正投入在那个重点上面，我去真正的上场，我去创造这个世界。那第三个我们普通女生要趁早了解的大局观就是，大部分人都同意的想法，它未必是正确的。我之前跟我妈妈有一次在咖啡馆里面聊天，然后我就跟她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妈妈，结婚的话一定要买房子吗？现在买房真的很亏耶，今年买了之后，第2年她甚至可以亏掉100万呢。其实我是对这个问题是存疑的，然后我妈她特别的震惊，她很震撼，她会说这是谁跟你讲的想法？是谁告诉你的？结婚不就是应该必须得有房子吗？这个房子是刚需啊。但是我哪怕是说跟他聊完这一些之后，我还是依旧觉得，如果我和对方双方之间互相都没有房子的话，现在一定要买吗？我还是会存疑的。我会去想，如果我手上拿着现金的话，我是否可以更加的自由呢？我真的无法想象说我现在买了，然后第2年又亏100万，然后我还要去不断的去还那些贷款，这让我会心里面非常的不平衡。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扰我，我也不知道我的想法到底对不对，以及妈妈说的她是否就是正确的呢？我之前也确实支持了我妈的想法，就是我妈说的这个是对的，我应该就这么听我妈妈的话吧，这样可以更加稳妥一点。但是直到我看到另外一个课，它里面有讲说，刻舟求剑又20年前的策略生活，它是一种不对的，而且是注定会失败的一种结果的时候，它会让我陷入思考。我非常喜欢这个课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会用一些理性的模型啊，这个是我这个本人非常感性的一个人他很欠缺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模型我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哈，它这个非常有意思，跟大家讲一下。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觉得这个 idea 到底是对还是错，我到底要不要入场的时候，你可以以一种这个理性的工具去做判断，就是说大部分的精英开始接受，开始同意你这个想法，可能有5个人同意你，然后有2个人不同意你，有3个人说不知道，但是1半及以上呢，他是会同意你的，他是认同你的。那另外一个维度，第2个维度就是说普通年轻人，他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就像是这个结婚到底一定要买房吗？有人说我可能同意，有人说我不同意，还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想法。那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维度。那第3个维度就是大爷大妈他们普遍不同意或不知道，那就像我妈一样，她觉得结婚就一定得买房不买房怎么可以呢？当然是坚决的不同意啦。那如果说你都满足这上述3点的话，就说明这件事情它值得做。那我当时就复盘了一下，其实现在网上面也看到很多精英，看到很多一些互联网大厂出来的那些就讲这个到底要不要买房这件事情讲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自媒体的博主，我觉得他们算是精英吧，他们大厂年收入高，然后自己也没有再去投资房产，他们就是会很赞同这个观点呀，他们是认同的呀，而且评论区里面也很多人认同并且年轻人也大部分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了。那所以说大爷大妈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说我妈是已经老了，但是也不得不说，可能就是他们中老年人他们会认为的必须得做的事情，他可能已经不再是正确的了。那我当时呢真的是看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面就讲房价上涨这件事情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它是由地段好不好决定的，是由这个学区它对口的学校好不好决定的，但是最根本最主要的还是说要看新增人口和城市的常住人口。就像是我们新增人口上海的新增人口已经是很多年都是负数的了，就几十万那种负数，然后城市的常住人口，其实我们从乡镇到城市去做这个人口的扩张这件事情，它最近几年也是在一个下降的趋势的，因为已经比较饱和了吧。所以说基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目前这个房价它就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可能今年是1万，明年就是3万了。那包括说现在现实情况就是我们目前的租售比可能是1比700，但是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他们的比较好的租售比是1比300。
所以这个真的不禁让我去反思，我们不光是要去考虑到说啊，我妈妈的想法，老一辈的想法觉得这样更稳定啊，这样更好，那倒不如说我应该用这些理性的工具去帮助我呀，我要去思考呀，我要去想这个社会里面的精英人群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普通年轻人他们是否知道这件事情。有时候大爷大妈他们认同的事情，它并不可能，并不一定说就是对的，这个会让我去进行一些反思，并且说还会有一些固有的认知。那再另外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大家是否有一种固有认知，就是说当老师好不好，有一份稳定的体制内工作好不好。那可能有些精英他们会说啊，当老师听起来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然后普通年轻人听到说哦，你要去当老师啊，听起来还不错还不错，然后大爷大妈听到说也都觉得不错。那如果三方都觉得不错的时候，在这个屠龙课程里面他就有讲说，当所有人都知道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就不值钱了，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很高的价值了。就像是当之前黄金一直在涨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了呀，黄金现在在涨啊，那在这个时刻去购入它，可能它就并不会给你很大的收益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怎么样子去判断一件事情它是否在一个好的时机，好的一个信息差里面，我是否掌握了一个好的信息差，就是需要去考虑这三方，精英是否同意，普通人是否接受或者是否知道，以及大爷大妈他们是否不同意。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所以在我看到那个买房那个视频，它的一个结尾，它有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买房它其实是一个消费行为。就如果说我现在钱够多，我买这个房子，我不太会要贷款30年，然后一个月还什么1万块钱，这样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你是可以去做的。以及说在你35岁之后，当你的事业稳定了，收入也稳定了，你这个人的这个可能职级也差不多定型的时候，你可以去买房。这个时候它其实房子对你的收益呢也是最大的。那反而是说在你之前可能人生当中比较动荡那些时刻的话，你去买房，它会给你更大的压力，它会让你变得不自由，因为你需要去背这些房贷，然后你就可能会被公司拿捏，你也不太敢去辞职。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大家可以用这些理性的工具，以及用这种科学的方式去看待人生。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你能更有底气，以及可以让一个模糊的我想到的一些判断，它会变得更加清晰。我还挺喜欢这种爽利的感觉的。期待下期再见，祝你健康，祝你幸福，拜拜。好学猫